第81章察觉。凝血伞的出现几乎是犹如狂风骤雨一般，以雷霆之势迅速抢占了乌坦城5成之多的疗伤药市场，而且还让的萧家方氏在短短2天之内恢复了以往的人气，甚至有过之。在凝血散出来的第2天后，加列家族的回春伞也是逐渐的将价格调回了最开始的价位。不过由于前段时间加列家族的暴力行为已经惹起了大多佣兵的反感，所以即使加列家族下调了价格，可方氏中的人气依旧难以再回到以往的那般火爆场面。由于乌坦城临近魔兽山脉的边缘，整座城市佣兵的吞吐量规模极大，而魔兽山脉中危险重重，所以佣兵对疗伤药的需求也极其庞大。因此即使疗伤药市场被萧家抢去了大半，可加列家族依旧是在盈利，只不过现在的盈利和前段时间比起来缩水了大半而已。疗伤药销售的火爆远远超出第一次做这种生意的萧家的意料。每日方式中的凝血伞在上午的时候就会被早已蹲点在此处的佣兵拥抢而走，而一般下午之时，方式之中的疗伤药就将会销售殆尽。而此时一些未能抢购到凝血伞的佣兵无奈之下，也只能去加列家族的方式购买品质较差的回春伞。在佣兵对疗伤药大量需求的间接帮助下，加列家族也算是在萧家这番狂猛攻势面前勉强地站住了脚。以后的情形就要看双方疗伤药的存货究竟谁更厚了。坐在会议厅中，萧炎有些无奈地望着笑得合不拢嘴的萧战，眼光再移了移，3位长老也都是满脸的笑容，乐呵呵的傻笑声在大厅中一直未曾停过。造成这种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上午萧炎扮成黑袍人又再次悄悄送来了一批凝血伞。凝血伞的销售实在太疯狂了，要不是老先生又送来了一批，恐怕我们的仓库也该清空了。萧战手中宝贝似的捧着一个绿色小瓶，笑眯眯的道：是啊，短短几天时间，我们方氏的人气便比以前最巅峰的时候多出足足2倍有余，前段时间的亏损也已经逐渐被回转了过来。嘿嘿，再加上疗伤药的销售分成，光是这几天的利润就已经能比得上萧家以前1、2月的收入了。性子一向沉稳的大长老在这般大丰收面前也是忍不住的变得话多了起来，皱纹密布的老脸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一般。萧战笑着点了点头，转头望着坐在椅上有些无聊的萧炎，不由斥道：你这小家伙，每次老先生来家族都遇不见你，你难道就不能安稳一点的待在家里别动吗？无辜的挨了一通斥骂，萧炎无奈的翻了翻白眼，心中嘀咕道：我如果不动，你们去哪拿疗伤药？哎，这老先生实在是太豪爽了。不过还好，刚才我把疗伤药所需要的药材问了出来，以后药材的事就我们来操心吧。萧家从人家那里得到的好处已经太多了，如果再贪得无厌，恐怕会得不偿失。萧战从怀中摸出一张纸单子，沉吟道：对于萧战此话，3位长老都是急忙点头。要不是萧战心细，他们还真的差点把这茬给忘记了。嘿，在这般巨大利润面前知道适可而止，不错，难怪你父亲能成为一族之长。萧炎的心中响起药老的赞叹声，笑着点了点头。萧炎也是略微有些心安，他即使能够在物质上帮助一下萧家，可家族想要强盛，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掌舵人的能力。如果掌舵人品质不行，说句难听的，那就算萧炎再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将一滩烂泥扶上墙。然而现在看来，萧战明显具有这种能力。族长，3位长老，米特尔拍卖场的亚菲小姐在家族之外。就在萧炎心中略感欣慰之时，一名族人快步跑进大厅，然后躬声道：亚菲。闻言，萧战一怔，连忙道：快请。在族人出去通报之后不久，一道曼妙的娇躯缓缓地出现在视野之内，那令人骨头有些酥麻的娇笑声也是袅袅地传进大厅。萧族长最近可真是春风得意啊。脑袋斜靠着冰凉的椅背，萧炎将目光投向大门处，略微一愣，目光中充斥着惊艳。大门边身着红色旗袍的成熟女人含笑而立，一套紧身红色旗袍将那玲珑丰满的曲线包裹得淋漓尽致，水蛇般的腰肢
摇曳出令人垂涎的曼妙弧度。旗袍的下摆处，一道口子直直地延伸到了大腿之处，行走之间，雪白晃花人眼，春光若隐若现，撩人心魄。妖精望着这一颦一笑间散发着成熟诱惑的女人，大厅内的一少一中三老心中都是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声咳。干咳了一声，肖战笑着站起身来，嘴中说着客套话：亚菲小姐真是爱说笑，我们肖家1年的利润还比不上你们米特尔拍卖场的一处分部雄厚呢，哪有什么资格得意？哥哥，肖组长真会说话，最近肖家方氏的人气已经远远超过了拍卖场，这可是所有人都亲眼所见的事实哦。亚菲对着大厅中的3位长老笑盈盈地行了一礼，明眸微眨，诱人眼波缓缓流转到一旁的萧炎身上，微微一怔，有些吃惊的道：看萧炎小少爷现在的状态，似乎比上次更强一些了。亚菲姐直接叫我名字吧，这小少爷听得怪瘆人的。萧炎貌似纯洁的笑道，这称呼让得他浑身起鸡皮。闻言，亚菲莞尔，不知亚菲小姐今天来萧家是有什么事吗？肖战笑着询问道。亚菲微笑着点了点头，在萧炎身旁的椅子上优雅地坐了下来，抿了抿红唇，直奔主题的轻笑道：萧组长，米特尔拍卖场已经拒绝再向加列家族提供药材了。此话一出，肖战手中的茶杯顿时洒了不少在桌面上，眼瞳中隐晦地掠过一抹狂喜，不着痕迹地茶去茶水，眼角瞟了一眼3位长老，却是发现他们眼中同样是在瞬间蹦出了异彩。大厅中略微沉默，肖战将茶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迟疑道：为什么？你们不是一直是中立吗？亚菲笑而不语，咬了咬牙，肖战低声问道：你们这样做想要我们付出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亚菲嫣然笑道：再次一愣，肖战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微笑的亚菲，他可不相信米特尔拍卖场会毫无代价地帮助他们打击加列家族。摸了摸下巴，肖战心头忽然一动，试探地轻声问道：是那位老先生干的？翘了翘红唇，亚菲微微点头，笑道：那位老先生已经付出了报酬，所以肖组长不用担心我们会找肖家索要什么，从今以后我们也算是在同一阵线了。听到此，肖战脸庞上终于涌上了狂喜，仰天大笑了几声，笑声将房屋震得略微发抖。缓缓收敛笑声，肖战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低下头，果然见到3位长老正无奈地撇着嘴。尴尬地笑了笑，肖战望着那捂嘴偷笑的萧炎，不由得恼羞成怒地喝道：小混蛋，笑个屁，还不快给亚菲小姐端茶，没礼貌。无奈地翻了翻白眼，萧炎伸出手来，从身旁的桌上端过一杯温茶，然后屁颠颠地跑到亚菲面前，双手将之递了过去。对着萧炎温柔一笑，亚菲从萧炎手上接过茶杯，俏脸却是忽然微变，一对美眸紧紧地盯着萧炎的一双白皙手掌，或者说是右手上的一枚黑色戒指。望着亚菲的视线，萧炎目光微凝，不着痕迹地抽回手掌，背对着父亲几人，微眯着眼睛，淡淡地盯着面前的美丽女人。被萧炎如此注视着，亚菲心头微紧，然后非常识相地低头抿着茶水，脸颊上的表情也是被他极好地收敛了起来。见到这美人的乖巧举动，萧炎轻松了一口气，摸了摸鼻子，懒懒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